林一倒在床上，拍着床大笑。顾其东，幸好你识相没有接受，否则你就等我挨批吧。林一爬起床，正想要再打个电话，正好这个时候电话响了起来。林一有些纳闷，谁会给他打电话？接通，便听到顾其东熟悉的声音：“小姐，我反悔了。”顾其东的声音淡然。林一的脸色一下子就黑了，可还是耐着性子，柔和地说：“好的，先生，我保证你试过一次，就还想要。小姐，你的费用怎么算的？”林一的脸更黑了，可他隐隐听到顾其东的笑声，忽然明白过来，这个男人分明是知道是他了，才会打电话过来。但是既然玩了，就继续玩下去。于是林一嗲着声音继续说道：“先生，你满意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。那么，小姐你有哪些服务呢？”林一差点噎到了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地说：“先生，你想要哪些服务，我都可以提供。其实我本人比较喜欢 SM 型的，点蜡烛，用鞭子抽打，把你绑在床上各种折磨。”林一这次是噎住了，完全说不出话，呆过了几秒，才说：“先生，你等着，我准备一下。”挂断电话，林一又倒回了床上。不行，不能这么就算了，他才不会输给他呢。接着，林一从包袱里拿出秘密武器，去厨房换上，接着他披上一件红色的风衣，走出了客房，去了顾其东的客房。顾其东的客房门口，林一抬手敲了敲门。门打开，林一忙扯开自己的风衣，依靠在门边，学着妩媚的女人那样甩了甩头发。林一风衣里面穿的是莫西送的那一套情趣内衣，十分的勾人。顾其东看到林一并没有惊讶，可是看到林一穿成这个样子，他的一双眼珠都要掉出来了，有种想要流鼻血的感觉。林一娇美的身躯半掩半遮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诱惑迷人。顾其东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彻底把他给看透了。林一抬起脚，磨蹭了一下顾其东的小腿，娇媚地说：“先生，你是打算先用蜡烛，还是先用鞭子呢？”第54章厨房激情。顾其东伸手想要去搂林一的腰，可是林一用手臂挡住了顾其东的身躯，笑着说：“先生，先付款后验货。”顾其东勾起一个邪笑，倏地紧抱住林一的腰身，将他扛在肩上，往屋内走去。往后一踢脚，将门关上，顾其东径直走向大床，将林一扔在床上，目光赤裸裸地盯着他姣好的身躯看，可是林一一点也不觉得他猥琐。林一咳嗽了几声，将风衣合上，不给钱不给坐。顾其东轻身过去，两手撑在他的身体两侧，盯着他的眼睛，还没有玩够啊。这个女人真是胆大，穿成这样敢这么走到他的客房门口。若是被别的男人看到，这么想着，忍不住有点生气，抬手去扯他的风衣，林一死死抵抗：“哎，你别扯衣服了，你扯破了，我穿什么？谁让你穿成这样来的？”顾其东声音有些凉。林一不免有点委屈：“我不是来实现我的诺言啊，你还这么跟我说话，我生气了。”顾其东叹了口气，这个女人就是有本事，让他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低头亲吻了一下她的唇角，林一很是主动，搂着她的颈脖回吻她，于是一吻不可收拾。“我想你了。”林一说了一句。顾其东彻底妥协，狠狠地要了她。夜色正浓，林胜和顾其北从一家餐馆吃过晚饭出来，走在大街上。林胜见顾其北缩着身子，似乎有点冷的样子，他立马脱下自己的衣服给顾其北披上。“不用了，你会着凉的。”顾其北推脱道。他却手脚冰冷，背心冒着冷汗。“你比我重要，我不想看到你生病。”林胜说这话的时候，简直是溺死人不偿命。顾其北不再拒绝，林胜很自然地牵起顾其北的手，顾其北有些反抗，可最后因为林胜的霸道，他才是顺从了。两人牵着手，静静地走在街上。走了一会儿，顾其北开口了，说：“明天我女朋友从国外回来了，我会带她去见你。”顾其北神色认真。林胜怒了：“顾其北，你真敢！”他以为他这几天够明显了，带他玩带他吃饭，以为他会被他打动，会跟他在一起。
结果他竟然跟他提他的女朋友要回国了。我们说好的。顾其北颤着声音说。说好的？顾其北，你别天真了。我明确的告诉你，我林胜爱你，只爱你，我要你留在我的身边。林胜朝着顾其北吼道。这一处引来了不少人的注视。顾其北忙拉着林胜走，林胜不肯走，他是觉得顾其北认为跟他在一起是一种耻辱。林胜灼热的气息扑在顾其北的脸上，就在下一秒，林胜堵住顾其北的唇，炙热而缠绵，柔韧的舌尖侵入，疯狂，不顾一切。顾其北强烈的挣扎，怕打着他的背，感受到他的体热侵染着自己，带着极度的压抑和决然，激烈的索取，似乎是将所有的感情都倾泻在这个吻之中了。久久之后，林胜才放开了。顾其北受不了，甩手对着林胜就是一巴掌，接着转身疯跑而去。林胜摸了摸脸，随后立马追上去，眼见顾其北上了一辆公交车，他奋力直追，可是公交车还是开走了。顾其北坐在最后面，转头看向后面，见林胜一直追着公交车，心揪揪的疼。他的眼眶都红了，紧握着双手放在膝上，最后他忍不住在前面一站下了车。夜风袭来，隐隐的有点冷，顾其北抱着林胜的衣服，看着后面狂奔而来的林胜。终于他忍不住的吼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他们不能在一起？为什么？心疼的厉害，顾其北连喘息都觉得累，眼泪终于忍不住的流了下来。林胜慢慢的走近林胜，看着他苍白的脸，挂着两行泪珠，心疼的不得了。他抬手，可怕顾其北拒绝，他的手顿在半空，停了数秒，他才抚上他的脸，轻轻地抹去他的泪珠。别哭。顾其北哽咽着，眼泪婆娑地盯着林胜，他忽然觉得呼吸困难。林胜亲眼看着顾其北缓缓地在自己的面前晕倒，在那一刻，他觉得他的心都不跳了，从来没有这么害怕失去过一个人。A 市山水酒店，清晨的一缕阳光缓缓地洒入客房内，林一缓缓地睁开眼，不出意料地见到顾其东一张精致的睡脸，他的表情柔和，眼睛紧闭。林一忍不住伸出手轻轻划过他高挺的鼻梁，最后停留在他红润的唇上，他轻轻地点了几下。然后林一稍稍昂起身子，低头唇印在他的嘴上，啵，发生一声响亮的声音。顾其东猛地睁开眼睛，瞧见林一慌乱失措的表情，一下子就乐了。他抱住他闪躲的身子，一个翻身，将他压在身下。做什么呢？林一捏着顾其东的耳朵，被他发现了，干脆就毫不避讳地说，看我的老公这么帅，就想亲一个呗。说着，林一仰起头，又在他的唇上印上一个吻。这句话和这个吻很受用，顾其东的嘴角轻轻地勾起，想笑又不笑的样子。林一觉得他这个时候特别的骚包。那多吻一会，顾其东低头就送给林一一个激情的热吻。细腻的舌极其温柔地侵入他微起的唇，温柔不失霸道，不是简单的浅尝辄止，而是凶狠的吮吸、竞夺，彼此疯狂。浑身的细胞都在叫气，林一情不自禁地搂住顾其东的脖子，身子不自觉地扬起贴近他，呼吸越来越急促。顾其东通常不会在林一面前克制自己的对他的欲望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他们在清晨又缠绵了一番，醒来的时候都已经是中午了。林一站在浴室的镜子前刷牙，而他旁边的顾其东则是刮着他的胡须。林一想起之前给顾其东刮过胡子，他快速地刷完牙，拿过顾其东的刀片，我来给你刮胡子。他自告奋勇。顾其东没有拒绝。对了，你今天还有工作吗？林一问道。顾其东昨晚就完成了这次出差的任务，本来就打算今天就出家，他没有预料林一回来 A 市找他。没有，今天陪你。A 市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？顾其东摇头，他来 A 市是出差，并不是游玩，根本就不清楚 A 市有什么旅游胜地。林一替顾其东刮完胡子，洗完脸，就立马回到卧室翻看手机。顾其东从浴室出来，见林一坐在床上拿着手机，不知道在看些什么，问道：看什么呢？
这么专注？我上网查查看 ，A 市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。你都不知道，我和你认识这么多年，在一起这么多年，都没有一起出去旅游过。我曾经看过一篇微博说，跟情侣一起要做的事，其中就有一件事是一起去旅行。我们都没有，所以趁这次机会，我要好好和你出去玩一下。顾其东想了想，确实他没有陪林一出去玩过。好，今天你想去哪里，我都奉陪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林一拟好了一个路线，就是今天要去的地方。临出门前，林一看到顾其东穿的衣服，不满地说：“出去玩，怎么可以穿西服呢？”顾其东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名牌西服，觉得很好的，没有什么不合适的。哎呀，穿西服怎么能玩得起来？林一推顾其东去浴室，想要他穿身衣服。可顾其东说：“我这次出差就只带了西装，没有其他什么衣服。”林一呼了一口大气，无奈道：“家里的衣柜里大多都是西服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先去商城，给你买衣服。你付钱吗？”顾其东笑道。林一想到自己的卡里的钱，问道：“买地摊货行吗？你就不怕我穿地摊货过敏？你的皮肤也太脆弱了吧？”林一鄙视地看了顾其东一眼，挽着他的手臂就出了酒店客房。林一和顾其东打的去了商城，逛了一圈。林一看中了一件风衣，忙拿下来让顾其东去试试。顾其东去了换衣室，林一就再看看。小姐，你老公穿这件风衣特别的帅气。导购员见顾其东换完衣服出来，忙说道。林一转头一看顾其东，一身黑色的风衣，实在是酷劲十足。他走过去，拍了拍顾其东的胸膛，对着导购员说：“那是因为我的男人帅。”导购员忙连连点头。还有，林一在导购员的耳边说道：“他是我包养的小白脸，不是我的老公。”说完，林一就掏出自己的信用卡给导购员，说：“付钱吧。”导购员的表情非常的精彩，最后可怜又鄙视地看了顾其东一眼，去结账了。顾其东一把搂过自己的女人，咬住她的耳朵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他故意将“这个字的尾音拉得很长。林一身子一颤，讪讪的笑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最后，林一给顾其东买了一件黑色风衣和同色系的牛仔裤。顾其东出商店之前，听到导购员跟另一个人说，这男人长得这么帅气，居然是个小白脸，被那个女人给包养了。林一挽着顾其东出了商城。金主，下一步我们要去哪里了？顾其东忽然称呼林一为金主。林一一怔，不敢看顾其东，眼神瞄向别处。那个啥，我们去城市广场那边走走。顾其东拉住要走的林一，将他禁锢在怀里，捏住他的下巴，逼视着他：“金主既然包养了我，我饿了，所以先请我吃饭。”林一受不了顾其东像个小少一样说话，忙解释道：“我跟导购员是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走吧，我请你吃饭。”顾其东霸道着搂着林一往前走。林一笑了笑，看顾其东不再争执于这个问题，暗自舒了口气。要知道这个男人小气起来，真是要人命啊！在陌生的城市，走在陌生的街上，一点有不觉得孤寂，因为你的身旁有爱人的陪伴。顾其东，我要吃哈根达斯。林一猛地抬头看向顾其东，要求道。顾其东一下子想到了学生时代，他曾经给林一买过哈根达斯，结果他吃了直接肚子疼进了医院，因为这个女人知道自己是特殊时期，还一口不差的把他买的哈根达斯全吃了下去。现在是吃饭的点，不准吃其他东西。顾其东果断的拒绝。顾其东，你霸道，你专制。林一指控道。在酒店工作是个女王的林一，在顾其东的面前变得柔和。顾其东停住脚步，只是盯着林一看。林一起初还跟他对视，结果没多久，他就败下仗来。好吧，吃饭，我请客。但是不能吃太贵的，我今天给你买了衣服，已经没什么钱了。要知道，顾其东可不像那些有钱的爷们扔给他一些金卡，所以其实他这段日子都用的是自己的钱。林一，你不觉得谈钱太伤感情了吗？林一白了一眼，
向顾其东摊开手，把钱包给我。顾其东直接掏出钱包，把钱包放在林一手上。林一翻看了一番，顾其东的钱包里没有多少现金，卡都是不少。林一看着钱包，顿住了，他在钱包的暗格里发现了那对顾其东自称扔掉了的耳钉。怎么了？顾其东见林一傻愣的样子，低头一眼。林一，哼，就知道你上次是骗我的，原来你藏在这里。林一拿起属于自己的那一枚耳钉，放在顾其东的手心里，说：“给我戴上。”顾其东点头，偏过身，在林一左耳戴上耳钉。好看吗？林一问。好看。顾其东毫不吝啬地说。林一拿起另一个耳钉，拍拍顾其东的肩膀，说：“快弯腰下来，我给你戴上。”顾其东弯下身子，任由着林一帮他戴上。顾其东，你真帅气。林一称赞道。顾其东觉得自己一个快30岁的男人，居然跟着林一在大街上像对10几岁的情侣，他老脸有些挂不住。随后，一声不吭地拉着林一的手进来一家餐馆。菜是顾其东点了，一上来，林一就看出了顾其东的用心，他点的都是他爱吃的菜，美味而不失营养的那种。下午，顾其东和林一在广场上慢走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景色，只要两个人在一起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美好。最后，他们走到了海边，吹着海风，听着海的声音。林一和顾其东坐在沙滩上，面朝大海，林一将头靠在顾其东的肩膀上。顾其东，我好喜欢这样的日子，以后我会多带你出去玩。顾其东笑，继而低下头亲吻住他，很轻的吻，淡淡的，温馨而美好，两唇轻轻的触碰。林一情不自禁地抬起手环住顾其东的颈脖，缓缓地闭上眼睛，耳边是顾其东的呼吸声，还有海风吹拂的声音。顾其东只是轻轻地在他的唇边徘徊，并没有深入。林一似乎不再满足于这样的吻，伸出舌尖，轻轻舔了一下他的唇。顾其东的身子一顿，微微睁眼看着他的表情，他深邃的眼眸中布上了一层情欲，却碍于现在所在的地方并没有过多的举动。林一闷哼了一声，靠在顾其东的胸膛上，捏着他的手，说：“你说我是不是越来越色了？”顾其东笑，低头吻了吻他的发顶，不是，是你越来越爱我了。顾其东，你好自恋。沙滩上有好多对情侣，都透着各自的温馨。夕阳缓缓地落下，林一坐在沙滩边，觉得有些冷，不禁缩了下身子。我们走吧。顾其东挽了挽他被风吹乱的发丝，说道。林一点点头，撑着顾其东的手站起身。谁知顾其东猛地横抱起他的身子，迎着海风往岸上跑去。林一惊得大叫，靠在顾其东的胸膛上喘气，这个男人就会吓他。G 市医院，顾其北醒来，就见林胜满脸胡渣，神色憔悴地坐在病房边，他撑起身子，林胜忙扶住他。你的身体怎么会变得这么差？医生对林胜说，顾其北的体质很弱，需要长久的休养，还有他不能受刺激。顾其北不说话，掀起被子就要下床。林胜看到他这个样子，忍不住怒了。你在闹什么？顾其北不说话，就是盯着林胜看。顾其北，你给我说话。林胜抓紧顾其北的手腕。我要回家。顾其北挣脱开他，就想要走。结果林胜紧拽住他拉回床上，将他压在床上，不管3721就强吻了他。顾其北差点要哭了出来，低吼道：“你是不是还想强迫我？”林胜顿住了动作，慢慢放开他，坐起身，指着病房门口，吼道：“你走，走！”他额头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，可想而知他有多生气。顾其北站起身，缓缓地往门口走去，头也不回。林胜就没有想过要放他走，见他真的要走了，林胜猛然拉住他的手臂，甩上门，将他抵在门板上，目光阴冷地盯着他。我让你走，你就走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？你想怎么样？林胜，顾其北嘶吼。我想怎么样？我就想你留在我身边，做我的男人。顾其北失笑，冷哼了一声，
我们能在一起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就能在一起。顾其北觉得很林胜纠结这个问题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他总是没有考虑太多，只想着将他禁锢在他身边。你放过我吧，林胜，我求你放过我吧。林胜觉得心寒，看着顾其北用祈求的目光对他说放过他，他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狠狠地抓住，让他疼得喊不出声音。他也想要问老头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他爱的人是个男人？可爱就是爱了，他还能怎么办？没有选择了。好，我放过你，我让你走。林胜轻轻地说了一句，拉开门，离开。顾其北背靠在墙上，身子缓缓滑下去，他蹲在地上，眼泪无声地滴落在地面上。林胜，我爱你，可是我们不可能在一起，对不起。爱而不得，爱而不能在一起，心受着煎熬。杜柔的公寓，杜柔正在厨房做晚饭，听到有人敲门，她忙熄了火去开门。看到门口站着的陆浩秋，她僵了僵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你，顺便看看我们的孩子。杜柔摸了摸肚子，顿了一会儿，才把门拉开，让陆浩秋进来。我买了一些吃的，还有奶粉。陆浩秋把袋子放在桌上。杜柔汗颜，孩子还没有生出来，你怎么就买奶粉了？奶粉不是给孩子吃的，而是给你吃的。陆浩秋在超市选了很久，才选定了一款。那个，你坐一会儿，我去拿钱。拿什么钱？你买了多少钱的东西，我把钱给你。杜柔说着就拿出钱包，从钱包里拿出500块钱，递给陆浩秋，够不够？杜柔手中的钱狠狠地刺痛了陆浩秋的心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这么疼。他跟他分得这么清楚，是真的不再爱他，真的不会原谅他了吗？僵持了一会儿，杜柔见陆浩秋迟迟不拿钱，就干脆抓起陆浩秋的手，将钱塞到他的手里。谢谢你，你没有其他事就可以走了。杜柔下逐客令。陆浩秋看着手里的钱，听到杜柔的话，猛地抬起头看向他，可他已经转开头，并没有和他对视。杜柔，我不要你的钱，钱你还是拿着吧，我不想欠你人情。杜柔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对着还傻站着的陆浩秋说，我恐怕不适合留你下来吃饭，你走吧。杜柔的声音柔柔的，并不强硬，可是他的眼神很坚决。陆浩秋转身要走时，不经意看到客厅角落的画架，怔住了，再也移不开脚步。杜柔看向他所看的，一惊，快步上前挡在画架前，表情有些不自然。不许你走这么快。陆浩秋忍不住大声地向他吼道，方才看到他快步地往画架跑去，他整颗心都吊了起来，真怕他不小心摔着。杜柔被他这么一吼，有些错愕，他喘了口气，说，谢谢关心。杜柔是个大家闺秀，温柔贤淑，甚是有礼貌。可是此刻，陆浩秋恨死了他的礼貌。这声谢谢，他真的不想听到，他更喜欢他跟他说一些其他的话，哪怕是骂他。刚才看到画架上的画，让他小小兴奋了一下，因为上面画的是他的素描。和杜柔的几年婚姻里，他画过很多东西，风景、人物、卡通，可他从来没有画过他。曾经他问过他，为什么他从来想过画他。记得他当时的回答是，你在我的面前，我不需要让画画来思念。现在，画架上的画是不是说明他是思念他的？杜柔的脸庞微微泛红，她看向身后的画纸上陆浩秋的画像，眼眶不禁热了。这是他半夜睡不着觉，便起来画画，可他不知道画些什么。笔提之后，不自不觉地画了他。他们明明已经离婚，他却画了他的画像，在陆浩秋的眼里，他是不是特别的矫情？杜柔，外面下雨了，你能留我下来吃饭我？陆浩秋怕杜柔不答应，又急急地说道，我饭量很少，不会吃很多的。杜柔抬眸望了一眼窗外，果然是下雨了，轻轻地点了点头，算是同意了。陆浩秋看杜柔同意他留下来，显得有点兴奋，看了看四周，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。你在沙发上坐一会儿，我去烧菜。杜柔没有抬头看一眼陆浩秋，进了厨房。他有些后悔留陆浩秋下来，明明说服自己放手，让自己忘记对陆浩秋的感情。
可看到外面下去了，怎么也忍不下心来让他回去淋雨。陆浩秋坐在沙发坐了一会儿，觉得没有意思，便起身走到厨房门口。杜柔是个大小姐，在嫁给他之前，她根本就不会烧菜，甚至看到菜刀都会远离。可是现在的她厨艺好的没得说，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好好的陪过她一起烧菜。工作忙，他不是回来晚了，饭菜都凉了，就是已经在外面吃过了。想想过去，陆浩秋觉得亏欠杜柔太多太多，想要弥补，想要补偿，竟觉得不知道从何下手。我来帮你洗菜吧。陆浩秋夺过他手里的菜，拿到水池边冲洗起来。杜柔顿了顿，抬眸看向陆浩秋专注的神情，微微有些失神。他回来找他了，是因为孩子吧？可他是高兴的。杜柔的性子从来都是柔和的，如果陆浩秋说要重新和他在一起，因为孩子，他会同意。可是再像以往爱陆浩秋，或许有些难。陆浩秋的肤色有些黝黑，却很细腻，根本看不出他的毛孔，皮肤很好。杜柔咬了咬牙，收回肆意的目光，专注地做手里的事。陆浩秋偏头看向杜柔，嘴角微微的扬起，看着杜柔的目光温柔而缠绵。陆浩秋坐在杜柔的对面，看着面前几个小菜，心里满满都是满足。这是第一次他和杜柔合作的一顿饭菜，想到在厨房和杜柔比肩而立，心里从来没有那么平和过。似乎日子就应该像那一样简单平凡。多吃点。陆浩秋夹了一块肉放进杜柔的碗里。杜柔看了肥肥的肉，顿时觉得恶心，想要吐。他蒙住嘴巴，急急地起身跑向浴室。陆浩秋不知道他怎么回事，担心地跟在他身后，见他弯着腰在水池边呕吐。他忙扶住他的身子，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背，帮他顺气。很难受吗？杜柔点点头，捋了捋自己的头发，孕吐是正常的。陆浩秋也是第一次当爸爸，自然不知道孕妇有多辛苦。他心疼地看着杜柔，眼里满满都是对她的柔情。杜柔看着他温柔的眼睛，不禁脸烫起来，不自然地转过目光。我们回去吧。他不留痕迹地挣脱陆浩秋的扶持，率先走出了浴室。陆浩秋瞧了瞧镜子中的自己，继而转身出了浴室。怎么不吃了？陆浩秋见杜柔放下筷子不吃了，急切地问道。杜柔摇头，没有胃口，不想吃了。陆浩秋忙放下筷子，站起身绕过桌子，走到杜柔的身旁，蹲下身子，握起她的双手，轻声地问：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买。杜柔看着被陆浩秋握在手里的双手，发愣。杜柔，我想吃酸梅汤。好，我这就去买，你等我。陆浩秋在杜柔的额头落下一个吻，起身拿过沙发上的西装外套，就出了门。杜柔见大门关上，才想起外面下着雨，忙起身走到窗边。淡淡的路灯光下，陆浩秋跑出公寓大楼，冒着雨跑进车子内。他坐进车内前，抬头望了一下他的公寓，杜柔下意识地躲到了窗帘后面，看着陆浩秋坐进车内，开动车子远去。林一有些恋恋不舍地和顾其东离开 A 市，一回到家就收到陆浩秋的电话，酒店恢复经营，要求他回去上班。所以第二次林一结束放假，重新回到酒店工作。林胜的每天晚归引起了林一的注意，他一天特意等林胜跟他聊。你怎么还不睡？林胜回到家，看到林一还坐在沙发上，便问道：哥，你最近在忙些什么？为什么每天都这么迟回家？林一直截了当地问，盯着林胜的眼睛，想看出点什么来。林胜笑笑，走过去拉住林一的手：我的傻妹妹，我知道你关心哥哥，哥只是有点私事要解决。林一也不是个爱多想的女人，就不再多问，让他哥早点休息，就回了房间。可是，一些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对。顾其东出差回来之后，工作越来越忙，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在公司加班不回家。林一体谅他，同时也很心疼他，可工作上的事情他帮不上他什么忙，只能在生活上多照顾他。深夜，顾其东回到家里，走进卧室，见林一背靠在床垫上，见他回来立马起身。
怎么这么晚还没睡？他好几天没有回家了，他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么不好好睡觉的吗？这会让他心疼。林一脱下顾其东的西装，挂在一旁，对他露出一个欣然的笑容。我睡不着。确实是睡不着，没有他在身旁，心里总是不安。顾其东捧住他的脸，低头亲吻他的额头，抱住他，紧紧的。早点睡吧。不，这几天你很忙，肯定是累了，我给你去放洗澡水。林一转身要去给顾其东放洗澡水，可是顾其东拉住了他。顾其东摸摸他柔和的脸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？这些天一直忙着工作，没机会好好陪你，对不起。林一拉紧顾其东的手，问，能告诉我公司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为什么你这么忙？是出了一点事，有人以散股的形式购买了顾氏的股票，通过抛售寻找规则，花费了几年的时间，然后加大了力度，不停地购买。于是顾氏的股票疯涨，起初我有过怀疑，也谨慎的处理，可是一直没有找到问题所在。而且那个人是用假名字、假的身份证，并且是用普通股民的身份炒股，一炒就是几年，我找不到一丝线索。前些天，那人一下子抛售了手中所有的顾氏股票，害得顾氏出了大血本，虽然并没有一下子倒闭，但是也陷于烂泥之中。所以这段时间我有点焦头烂额。林一拿着顾其东紧皱的眉头，心疼的去抚平他的眉。别太辛苦。顾其东低头抵着他的额头，我去洗澡，你早点睡吧。顾其东进了浴室，林一就下了楼为他做一点夜宵。刚下了楼，就听到他的哥哥林胜在打电话，隐隐听到他说什么顾氏股份。客厅内一片暗色，林一整一个心都吊起来了，慌张的不知所措，隐隐猜到点什么。灯光突然打开，林一不太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灯光，闭了闭眼睛才看向林胜。林胜也很意外看到林一，敛了敛脸色，问道，怎么还不睡？哥，你刚才跟谁在打电话？你在说什么？林一颤抖着声音问，很不希望像他心里所想的那样。他的手心全是冷汗，身子也跟着微微颤栗。没什么，你早点睡吧。哥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这5年你在干什么？顾氏的危机是不是和你有关？林一快步走到林胜的面前，紧紧地盯着他。林胜抓住林一的手臂，轻声说，林一，你别紧张。是的，是我做的。哥，为什么？林一，顾氏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，我不可能就这么忘了。林胜目光冰冷。哥，疯了，疯了，为什么过去的事情就不能忘了呢？为什么要去报复？林一抱着头对着林胜吼道，然后挣脱开。林一，顾其东站在楼上喊林一。林一猛地抬头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跟林胜低头道，这事我明天跟你聊。林一快步上楼，走到顾其东的面前，扯出一个笑容。你在跟你哥说什么？顾其东问。没什么，我口渴就下楼喝点水，我们进去睡吧。林一装作没事人一样，拉着顾其东进卧室。第二天，顾其东去上班了，林一向酒店请了假。他一个晚上没有睡，在顾其东面前，他只能假装睡着了。林胜从房间出来，就见林一坐在沙发上，面色清冷，脸色也不太好。哥，你是不是还有下一步，彻底把顾氏给打倒？林一抬眸看着林胜。林胜看到自己的妹妹憔悴的样子，心疼了，将她轻抱入怀里。林一，不要恨哥哥。哥，你放手吧。林胜面色一沉。哥，好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就放手。顾其东这几天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林一变得特别的贴心，什么事情都顺着他。他在公司忙，他竟然不顾自己的工作，跑回家给他做一些他爱吃的饭菜，然后送到他的公司。不再给他斗嘴吵架，只要他一皱眉，他就急着问他是不是不舒服，或是不是不高兴了。还有，他现在每次就去逛市场，总是给他买一些衣服鞋子，甚至是贴身的内裤。现在他的衣柜里慢慢都是没有剪掉吊牌的新衣服，各种款式，各种颜色。
顾其东心里疑惑，一次他特意回家，就看到厨房里小女人忙碌的身影。他走过去，从背后抱住她，她吓了一跳，转头往后看，见是她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，问：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努力把工作做完，就早点回家来陪你。顾其东忍不住低头去吻她，闻着她发丝间透出来的清香，刺激到了他的感官，不由得抱紧了一些。他倒是被他猛然的热吻给吓到了，逼得他连连往后推，靠在琉璃台上。其东，我在做菜。他不由得呻吟了一下。顾其东才不舍得放手，唇齿厮磨，吻得他透不过气来，才放开他，温柔地抵着他的额头，笑看着被他吻得红润的娇唇，心又晃了一下，急急地又低头吻住他的唇，呼吸越来越急促。林一有些情动，转过身，面对面地搂住他的背脊。顾其东更加的心猿意马，伸手去扯他的牛仔裤。林一想要放抗，却没有一丝的力气，软在他的怀里。很快，裤子就被他褪去，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顾其东转过他的身子，再次让他背对着他。他有些急迫，让他忍不住叫出了声。顾其东的动作本应该是温柔的，却被林一刺激到了，不由得有些粗暴起来。深夜，卧室，月光淡淡，林一依偎在顾其东的怀里，想到之前在厨房里做的事情，不会脸红的他竟也不好意思起来，气得拍了拍顾其东的胸口。都是这个男人，急迫到在厨房要了他。做什么？顾其东抓住他的手握在手心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性感，还带着激情过后的妖娆。林一想要收回自己的手，可男人就是不放。是不是在想在厨房的事？那是夫妻常事，何必这么在意？顾其东抓着林一的手放在嘴边亲吻。自己色欲熏心，说什么夫妻常事？哪有夫妻会经常在厨房？顾其东笑了，抱紧林一，循着他的唇吻住了他，待他喘声四起才放开，低低的在他的耳边说道：不仅是厨房，还有客厅、浴室、楼梯上。老婆，我们什么时候全试试？去死！林一刚被顾其东吻得娇喘连连，此刻说出来的话反而有种说不出的娇媚。顾其东听的那个叫舒服，忍不住又吻了吻他的唇角。林一推开顾其东，翻了身，喃喃道：我要睡觉了，别吵我。顾其东从林一的背后抱住他，贴着他的耳垂。林一，最近发生什么事了？林一闭着的眼睛猛地睁开，想起和哥哥的约定，心不由得疼了。他咬了咬唇，将眼里渗出的泪水逼了回去，笑道：没有，你这几天可温顺了，让我有点不太习惯。林一倏地翻身，掐住顾其东腰身的腰，试着拧了一下。你的意思是我以前很凶哦？不是，我老婆可乖巧了。顾其东忙求饶。林一也没有真拧，只是轻轻地掐了一下，掐了又心疼，忙揉了一下。其东，我想一直待在你身边。林一贴向顾其东，搂着他的腰，低低地说：其东，我真的很想一直待在你的身边，陪伴你。第55章设计离婚。林一和林胜同时陪伴在父亲的身旁，他们两人都没有说话。父亲吃着林一特意买的棒棒糖，笑得特别开心。依依，吃。父亲傻笑着将手里的棒棒糖递到林一的嘴边。林一笑笑拒绝：爸爸，自己吃，依依不吃。父亲见林一不吃，有些委屈地撅了撅嘴，转而将棒棒糖递到林胜的嘴边。林胜同样也是拒绝了。林一，我决定把父亲送到国外养老。林胜忽然开口。瞧着父亲白头发的林一，听到林胜的话，猛地抬头望向林胜，为什么？爸一个人在国外怎么生活？再过段日子，我也会出国。林胜决定处理好国内的事情就出国，再也不会来了。林一，你答应我的事情，什么时候履行？哥，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想和顾其东分手，不要以为我不再打击顾氏集团，我就拿顾其东没办法。林一，顾其东的母亲曾经绑架过父亲，要挟你打掉肚子里的孩子。我根本就没有怀孕。林一急急地解释。即使你没有孩子，可是他以为有，
他根本不顾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孙子，还是让你打掉了。他是不会让你在顾家过好日子的，以后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情。林一，别怪哥狠心让你和顾其东分手。林一知道，若是他不和顾其东分手，林胜还是会想出办法对付顾氏集团。他哥从来都不是一个软柿子，他天生聪明，有的是手段。哥，我知道了。林一失落地回到家，上楼倒在床上，盖上被子就睡觉。顾其东忙完公司的事情回到家，发现林一躺在床上睡觉，不禁有些担心，轻轻地拍了拍他，不舒服吗？林一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，看清了顾其东后，感性地扬起手臂，抱住顾其东的颈脖，将脸贴在他的脸颊上。顾其东，你回来了，身体不舒服吗？怎么这么早就躺下睡觉了？顾其东轻拍着他的背脊，问道。没有不舒服。林一低低地说。吃过饭了吗？林一亲昵地蹭了蹭他的脸颊，摇头说，没有。我让李嫂给你做点吃的，想吃什么？我没有胃口，不想吃，你陪我躺一会儿吧。林一拉着顾其东上床，靠在他的胸膛上，缓缓地闭上眼睛。顾其东抚着他乌黑的秀发，看他闭着眼却紧皱着眉头，有些心疼地摸摸他的脸，是不是前段时间我一直忙着公司的事情，忽略你了？发生了什么烦心的事情吗？其东，你喜欢孩子吗？林一忽然睁开眼睛，对上顾其东注视的目光。顾其东笑了笑，说，孩子挺烦的，但是如果是你我的孩子，我想我会喜欢。林一迅猛地翻身，将顾其东压在身下，低头吻了下他的唇角，说，我们生个孩子吧。他想，真的要离开他，他也要留下个孩子。他不是想要靠孩子来思念顾其东，而是想要将孩子留给他，留给他一个他的影子。其实林一还是怕顾其东会忘记他，重新爱上别的女人。如果他的身边有个孩子，至少他会记得曾经有他的存在。所以在没有怀上孩子之前，他不会离开他。给他一段时间吧，让他为他生个孩子。顾其东有些困惑，林一的行为太反常了。可是在床上林一这么主动，顾其东哪里抗拒的了，全身被他亲吻着，痒痒的心也荡漾着。顾其东发出类似于动物的低吼声，受不了林一的挑拨，搂着他的腰肢，猛地一个翻身，拿回主权，将他压在身下，狠狠地吻住他的唇，不留一丝空隙。夜落下帷幕，大床上，两具身躯彼此交缠着，缠绵的低吼声、撩人的呻吟声溢满了整个房间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，顾其东时常会带林一到顾家宅子里去吃饭。张慧欣像是认可了林一，不再刁难他，可也没有对林一表现出过分的亲昵。这段时间，林一在床上变得特别的主动，还时常的想着法子引诱顾其东，每每让顾其东难以自抑。顾其东是个男人，也受不了林一的如狼似虎。一次有兄弟的聚会上，郑子浩看他精神不振，忍不住调侃道，是不是被林一给榨干了？他唯有露出一丝苦笑，但同时也带着点点喜悦。这就是所谓的痛并快乐着。一次，林一清晨突然呕吐，心里隐隐有了某种怀疑，便独自去了一家医院诊断。结果真如他所愿，她怀孕了。之后，林一便不再缠着顾其东，顾其东起初松了口气，他老婆终于不再无度地索取他了。可是时间长了，男人总是也想要的，他主动求欢，却被林一冷冷地拒绝了，借口是他身体不舒服。林一坐在阳台的藤椅上，手里拿着一本从顾其东书架里拿来的书籍，本身他就不是一个喜爱阅读的人，此刻也就是装装样子罢了。夏天已经远去，秋天的凉意袭来，微风吹动他膝上的书籍翻页，他摸着自己的小腹，盘算着自己的计划，抬起手拿起右边小桌子上面的手机。因为怀孕的缘故，林一现在经常会将手机放离自己的身边。打通了顾其东的号码，轻声道，还在忙吗？顾其东正为了一个案子焦头烂额，交给手下的人没有把事情做好，现在又要让他亲手处理。此刻林一打电话过来，
他正好舒口气，身子靠向椅子，松了松自己的蓝色领带，将衬衣的第一颗纽扣解开。怎么打电话过来了？有事找我吗？林一佯装很生气的样子，怒道：没事，我就不能打电话给你吗？他尽量学电视剧里面那些杜甫的口气，想要惹顾其东生气。顾其东有些累得闭上眼睛，听到林一温怒的声音，并不想和他争执影响感情，就轻声地道：林一，你随时随刻都可以找我，我是你的老公。清风袭来，吹起林一耳鬓的一缕发丝，他握紧手里的手机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他想要逼顾其东生气，想要让顾其东厌恶他，那么等他提出离婚的时候，他也许就没有那么不舍，或许会很高兴放他离开。可是听到顾其东柔和磁性的声音，带着一丝丝的疲惫，他竟不忍惹怒他，让他生气。顾其东，你今晚早点回来。林一淡淡地道。实际他早已打听过了，今晚顾其东会有一个宴会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早点回来。如果他真的很迟回来，他就可以顺势和他吵架，逼他发火。顾其东闭着眼眸，靠在椅子上假寐，嗯了一声，便与林一挂断了电话。公司经过前段时间的冲击，还在复苏之中，他免不了有些忙碌。想要今晚合作商的一个的聚会，又想到林一嘱咐的话，顾其东抬手拧了拧自己的鼻梁。坐在阳台上有点久，林一觉得有些凉，便起身回了房间。他要好好准备一下，晚上怕会有一场大战。林一胃里泛起一股恶心，快步走进浴室呕吐一起。第一次怀孕才知道，原来当个孕妇这么累，而且还要瞒着孩子的父亲。打开水龙头，将水打在脸上，洗了个脸，抬眸看向镜子中脸色不是很好的自己，忽然笑了出来。林一觉得自己的行为真的有些可笑，有点自虐，明明心里10万个不愿意离开顾其东，比谁都心疼顾其东，却非要弄出一些事情来让顾其东讨厌他。林一忙碌很久，做出一桌的精美菜肴，抬眸望了一眼墙上的圆形时钟，北京时间晚7点38分，平时这个时间顾其东早就回家了。虽然早已知道顾其东会晚回来，他可以借机发挥声势，但心里涌起了些许的惆怅难过。在桌前坐了没几分钟，就听到大门打开的声响，林一迅地从椅子上坐起身，抬头看向门口，瞧见门口正弯着腰换鞋的身影，简单的一袭手工纯色衬衫，蓝色领带松松地系在他的领口上，这领带还是今早林一亲自给他系上的。顾其东换好鞋子，将手中的西装外套扔在沙发上，转而走向餐桌。见林一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，他微微挑了挑眉，怎么了？看到我回来很意外吗？没有。林一偏头瞧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，7点53分，说，只是想你今晚你怎么回来晚了。心中早就盘算了很多遍自己对顾其东闹脾气的情形，可这些都是建议在顾其东很晚回来，他辛苦等了一个晚上的基础之上。现在顾其东回来了，虽然不是很早，但也没有很迟。林一不知道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，一切被打乱了。今晚有个聚会，我寻了借口就早点回来了。顾其东将袖口挽起，在林一的面前坐下。林一也跟着坐下，问道：什么借口？家里有个杜甫等着，回来晚了估计要和我闹上一番。顾其东笑说道。明明顾其东不知道他心里打的算盘，可这回被他这么一说，林一像是被人揭穿了他的阴谋，低着头不敢直视顾其东投来的目光。顾其东拿起筷子就要夹菜，林一先他一步，将他爱吃的菜放入他的碗里。多吃点。林一掩饰着自己的无措。顾其东扬起嘴角，笑了一笑，将林一夹的菜吃了下去，抬眸见林一捣鼓着自己碗里的米饭。他的秀眉微微的皱起，在灯光的照射下，一张秀气显得特别的白皙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有点反常啊？林一猛地抬头，对上顾其东疑惑的眼神，像是会被他看穿似的，手里的筷子差点掉了，急急地低下头，没有，可能最近有些累，找了个蹩脚的理由。那就多吃点，我看你累的都瘦了，补点能量。
顾其东将一块蓉放进林一的碗里，林一瞧着碗里油腻腻的肉，胃里一阵翻腾，觉得有些恶心，忙蒙住自己的嘴巴，免得吐出来。顾其东见他这副样子，有些担忧地看着他，急切地问：生病了吗？最近胃有点不太舒服。林一忙寻了个借口，他不想让顾其东往她怀孕了这方面想。我让郑子浩过来给你看一下。林一忙摇头，我没事，不用这么麻烦让他过来一样。要是让郑子浩知道怀孕了，不就是顾其东也会知道，那么他后面的戏要怎么进行下去？他的一切的计划都会因此而打乱。不行，胃病可大可小，不能这么不当回事。顾其东在林一身体健康方面一直都是十分的关注，他直接打了郑子浩的电话，让他过来。林一看着他打电话是又急又无奈，他有不可能夺过顾其东的手机，挂断电话。他急了，猛地将手里的筷子拍在桌子上，震耳的响声荡起。林一愣住了，顾其东抬眸看了眼他，拧着眉有些不解。林一告诉自己，机会来了，他深吸了口气，闹道：我都说了不用了，你干嘛还要给郑子浩打电话？你就那么不在意我的想法吗？林一的语气很硬很冷。顾其东挂掉电话，走到林一的面前，伸手扶着他的肩膀，生气了。林一看见顾其东眼里小小的自己，他的眼神很温柔，有着关心，实在是不忍狠下心来伤他的心。可若是他不怎么做，他以后会很累，公司的事情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林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，公司的事情忙得会让他拖垮自己的身体。林一抬手甩开顾其东的手，冷着脸对着顾其东：你能不能有时候做决定考虑一下我的心情和感受，问一下我愿不愿意，高不高兴？结婚你逼迫我，让我嫁给你，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。顾其东面无表情，像是被林一的话给惊着了。好，我问你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林一摇着头大声地说，至少那个时候我是不愿意的。那么现在呢？你还是不愿意吗？林一，你敢说一句不愿意试试看？林一握紧了手心，咬着牙看着顾其东，你不要逼我。林一，回答我。顾其东冷声道。听着他冰冷的声音，林一的眼眶红了起来，身子也跟着颤抖起来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明明心里难受得很，却逼着自己说出一些违心的话。这会儿他根本说不出不愿意这3个字。他很愿意，非常愿意嫁给他，可是他不能。林一猛地投入顾其东的怀里，紧紧地抱住他的腰身，将脸贴在他的胸膛上，哑着声音说，我不知道，顾其东，对不起，我无理取闹了。顾其东抬起手顿住半空，最后还是摸上他的脊背。他深邃的眼眸盯着前方，晦暗不明。林一，我允许你在面前闹脾气，但是绝不会允许你离开我。如果你离开我，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我怕自己会伤害到你。所以，林一，你千万不要逼我。林一埋在顾其东的怀里，点了点头。他狠不下心说让他难受，让自己难受的话，所以选择投入他的怀抱。他的怀里真的很温暖，闻着他身上熟悉的味道，伴随着一股淡淡的香烟味，他想起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。抬眸看向顾其东，要求道，你能不能以后都不要再抽烟了，我不喜欢。就因为他一句不喜欢，他可以戒烟。林一得到他的回答，勾了勾唇角笑了，抱紧他的腰，蹭了蹭他的胸膛。顾其东拍拍他的背，道，我以后会考虑到你的感受，不会擅自为你做决定。林一眼眶一热，忽然想要哭，明明是他无理取闹，无中生有。后面几天，林一一直发愁着，看着自己和林胜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，也怕自己拖久了，让顾其东知道她怀孕了。那么，他想要离开他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了。接下来，林一时常无理取闹的给顾其东打电话，查他在哪里，在干些什么。刚开始，顾其东有很多的耐心，细心的对待林一，但是时间长了，难免有点累了，表现得不再那么愉快，但也没有到敷衍林一的地步。
而且最近顾其东每次向林一求欢，他都会拒绝。夜，凉风从微开的窗户吹进来，浮动窗帘布吹动。顾其东在月光下瞧着怀里的女人，伸手拨开几缕轻柔的发丝，一张娇容映入他的眼帘，眼眸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他俯身吻住她的唇，他的亲吻淡淡的，只是停留在她的唇面上而已，灼热的气息扑在她的脸上。林一扭了扭身子，还是被他吵醒了，睁开朦胧的眼眸，对上他熟悉的双眼。他的意识还没有清醒，顾其东却猛然堵住了他的唇，肆意地进入他的嘴里，不再温柔，变得十足的霸道。林一有些沉迷于他的吻，可当他微凉的大掌触碰到他的身体，他轻颤抖了一下，脑子也醒来过来，忙伸手去推顾其东的身体，双手撑在他的胸膛，轻喘着气看着面前的男人。顾其东已然动了情，眼里一片火热，不解地看着林一，低哑道：“不喜欢。”林一知道他这些天一直在拒绝顾其东的要求，他心里难免会有怀疑，可是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，他怎么可以和他上床？万一伤到孩子，他会后悔死的。狠了狠心，他推开顾其东，翻身背对向顾其东，喃喃地说：“不想要。”他的声音小得如蚊子的叫声。顾其东被林一推了一下，跌坐在床上，木然地瞧着林一的背影，眸子闪过一丝光芒。他低头吻着林一的蝴蝶骨，轻轻地啄吻：“你会想要的，相信我。”林一被顾其东这么温柔地对待，身子没有反应就不是正常的女人，何况怀孕的女人本身就比平常女人敏感。顾其东舔舐啃咬着她的背脊，林一身子轻颤着，却不肯转过身去抱住她。他只是紧紧地攥着身前的被褥，紧闭着，忍着身体的难耐。顾其东边吻边伸手揉捏着她的腰际，轻轻的摩挲并不急切，带给林一的一阵阵战栗。顾其东，你够了没？你说过不会强迫我的。林一受不了了，猛地抱住被子，转过身，对着一双充满情欲的眼眸。林一心里难受的要死，可面对顾其东却还要装作一副很生他的气的样子，他有种想要哭的感觉。顾其东紧紧地盯看着林一，数秒之后，他掀被子下床，走进了浴室。林一看着顾其东的背影，似乎感觉到了他的委屈与无奈，一滴泪忍不住从眼角流了下来，接着越来越多。他怕等会顾其东会发现，忙用被子擦了擦眼睛，在床上躺下盖住被子睡觉。虽然他现在的心情糟透了，根本就睡不着，但是他逼着自己闭上脸，至少要让顾其东看来他已经睡着了。顾其东从浴室出来，就看见林一背对着他，轻吐着气，似睡着了。他上床从背后抱住他，轻叹了口气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次日，林一拿着自己做的午餐去了顾氏大楼。因为前面有过一次，这次前台小姐看到林一进去并没有阻拦，而是直接放行。林一坐了电梯，直接上了顾其东办公室所在的楼层，拐了弯，看到夏薇然进了顾其东的办公室。夏薇然在进去之前还故意将自己的领口拉开了一下，还特意涂了一下口红，才推门进去。林一背靠着墙壁等了一会，见夏薇然还没有出来，走到办公室门口，听了一下里面的动静。里面一片安静，林一猛地推门进去，破口就骂：“顾其东，你居然背着我和别的女人！”林一还没说完，看到眼前的情形就傻住了。办公室里面根本就没有顾其东的身影，夏薇然只是坐在沙发上摆着一个撩人的姿势而已。他一看到林一就坐正了身子。你怎么来了？背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林一缓缓地转头，果然见顾其东站在门口，微微有些错愕地瞧着他。林一以为夏薇然进办公室勾引顾其东，他正好可以发怒，和顾其东吵架。可现下的情况完全不是他想的那样，虽然夏薇然有勾引顾其东的意思，但顾其东根据就没有在办公室，他早了一步。其实他也想要看看顾其东在面对诱惑的时候的表现。我来给你送午饭。林一提起手里的保温盒给顾其东看。顾其东进了办公室，见夏薇然坐在沙发上，便皱起了眉头，问：你怎么也在这？
总经理，我是来送文件的。夏薇然忙站起身，恭敬地道。出去吧。夏薇然瞧着一眼林一，便顺从地出了办公室。顾其东走到林一的身旁，拿过他手里的保温盒，拉起他的手，走到沙发前坐下。怎么突然来了兴致给我送饭了？让我受宠若惊啊。顾其东笑道。林一不自然地笑笑，他哪里是来了兴致，根本就是来找茬的，看看有没有他可以耍脾气的机会。一起吃。顾其东打开保温盒，里面都是他平时爱吃的菜。林一摇头，我吃过了，你吃吧。顾其东很高兴地吃了。林一看着他吃，顾其东的吃相很斯文，一口一口地吃，吃得很慢，却一点也没有显得娘气。顾其东吃完之后，就搂着林一坐在沙发上，林一轻靠在他胸前，手摆弄着顾其东的大手，看着他手心的纹路。脑中想起夏薇然进办公室之前的举动，向顾其东开口问道：夏薇然，她很能干嘛？态度认真，做事严谨。顾其东给出评价。这算是高的评价了吗？算吧。顾其东撩起他的一缕发丝，在他颈脖处摩挲，弄得他一阵瘙痒，只好伸出手紧抓住他的手。林一抬眸对上他深邃的眼眸，说：那你觉得我能胜任你的助理吗？怎么？想要做我的助理，我觉得秘书比较适合你。顾其东笑说。当你的小秘，你给我多少工资呢？林一伸手用手指划着他的脸颊，轻轻的。顾其东心一动，忙抓住他的手，看你本事了，是在床上伺候，还是在床下调情？林一猛然抽回自己的手，盯着顾其东好看的眼眸。顾其东，你现在是越来越流氓了。说，你把我原来的顾其东藏哪里去了？把原来的顾其东还给我。顾其东低头亲吻了下他的额头，转而在他耳边轻轻地问道：现在的我，你不要了？不要了。林一一本正经地回答。气得顾其东一口咬住他的耳垂，但是并不用力，林一没有感觉到疼痛，只是有点痒。他想着推开他，抬手捧住顾其东的脸庞，细细地看着他的精致的眉目。这个男人他怎么能舍弃掉呢？到底要他怎么做到放手，完全的离开他？离开他真的很难很难，他到底该怎么办？按照他哥哥的性子，他不离开顾其东，他是不会放手。他哥哥决定有办法对付顾氏集团，即使做不到让顾氏集团破产，也会让他大伤元气。顾其东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？林一细看着他，笑着亲了亲他的唇角，他的唇很软，他不舍得移开，就一直这样贴着。许久，顾其东有点受不住，想要伸出舌头去吻他。林一忙捧着他的脸移开，快速地躲开他的吻，看着他憋屈难受的样子，扑哧一下忍不住笑了，轻轻拍拍他的脸，笑说：不要这样嘛。说吧，你想要问我什么问题？林一清了清嗓子，缓缓地问道：江山和美人，你会选哪一个？顾其东一双眼眸盯着林一，勾起唇笑了不说话。林一被他看得有点发毛，见他不说话，捏了一下他的脸，低吼道：你选哪一个呀？难道你也算得上一个美人？顾其东说的话能气死林一。林一怒：我怎么就不算美人啊？她的容貌还是算得上中上，勉为其难也算得上一个美人吧。顾其东拉下捧着他脸的手，忙安抚道：好好好，你是个美人，大美人。那你说你选哪一个？江山？美人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但我鱼和熊掌都想要。林一瞪了一眼顾其东，你真贪心。下午顾其东要办公，林一不能久留，便离开了顾氏集团。他一直在寻着机会和顾其东分裂，可是每次事情的发展都是不能朝他想的发展。春秋园其东，你弟弟这些天一直闷在家里不出去，你去看看，你跟他说得上话，问问他到底是怎么了。张慧欣这些天整颗心都扑在小儿子的身上，见顾其北一直待在家里不出去，心里又难免担心他是不是又烦心了。这次见顾其东回来，就忙拉住他，让他去看看顾其北。顾其东瞧着母亲担忧的神情，又想起自己那个弟弟苍白的小脸，点点头，
便上楼去了顾其北的房间。瞧了瞧门，听到顾其北说进去，他才推门进去。妈说你这些天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去，跟哥说说发生什么事了。顾其东在床边坐下，看向正坐在床上看书的顾其北。顾其东抬起眼眸看向自己的哥，其实他们长得挺像的，只是他的哥哥比较刚硬一点而已。只是不想出去，没有原因。